同学们好，这节课我跟大家一起画一幅小作品啊。首先，花头的颜色有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画一幅小作品啊。这个呢，颜色就是这三个颜色啊。我们这个笔呢，要调底色啊。这个底色就是三青加太白加一点曙红进去就可以啊，调成一个白粉水的颜色，然后把它刮干就可以。表面上水分刮干，里面的留着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先调三青色，把三青色调均匀啊，均匀的淡淡的调一层，在整个笔根部啊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蒙紫色，蒙紫颜色可以调的1/2，调到毛笔的1/2的地方，要慢慢的调均匀就可以。如果你像我一样速度快也是可以的，速度快也可以调均匀，就是多调几会儿。你看现在调成这个颜色就可以啊。然后笔尖调一点玫瑰红，是玫瑰红哈。我们这个颜色画出来非常漂亮。我先画一笔啊，这个是3开裁成一半啊，3开的纸裁成一半，裁成一个正方形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构图哈，这上面画一朵吧，画一朵大的，然后这画一朵小的，然后等会儿下面看一看画点什么东西啊。先画一个小作品啊。我们先把花头画上啊。我们画一个紫红色的花头。首先呢，第一笔啊，画定位花瓣，因为我们花头有点往下走，所以呢，我们定位花瓣呢，往下走。定位花瓣确定一个花头的朝向啊。好，再来一笔，这个就是推笔啊，2个瓣一起推。颜色放这里吧，放下边，开始往下走啊。当那个水分完了，我们笔尖呢朝外，笔肚儿稍微的吸一点点水分就可以啊。吸完之后呢，我们调一点点紫色，调一点点红色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切瓣。这个画侧瓣啊，这个还没有切，继续画侧瓣。先把花头的这个圆形给它确定出来啊，就是把外面的轮廓给它概括出来，这样我们花头呢就不会越画越大了。我们经常有些同学一画花头就大了，其实你先画这种侧瓣的时候，你就心中应该有数，我这个花头到底要多大？所以运笔的时候呢，往外收是扩大，往内收呢就是缩小。好，我们现在切一笔啊，切一笔。里面的花瓣呢，切的时候要比外面的花瓣深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笔上呢调一点点紫色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还可以加一点曙红啊。深的地方可以加点曙红。笔尖再调一点这个曙红啊，慢慢的切瓣，切里面的瓣的颜色要比外面的这个深一点点啊，稍微深一点点就够了。像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切瓣啊，这就是切瓣。切瓣沿着外围的花瓣的边缘去切，然后我们切的时候就是造型要好看一点。像这个也是切啊，弧过来就好，这样弧过来，这个瓣就画好了。一般呢，一个瓣可以用多笔啊，一笔画不好，2笔，2笔画不完，3笔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继续加水分，加一点清水，再调三青、蒙紫，再调玫瑰红，
我们可以一点点的啊。好，开始包啊，然后空白的地方补一笔。好，再来一笔。这个花头就这样慢慢的就包起来了啊。现在没有水分，笔尖还是要朝外啊。笔尖朝外，笔肚子呢下压个2毫米。我们再去调蒙子、玫红、曙红，我们要给它包起来啊。这里说包起来，我们笔尖还可以调一点点胭脂，看我们这个颜色还可以吧？这样就包起来了啊。外面呢再包一层，笔尖还是要调一点胭脂，其实要加一点墨啊，我加一点墨进来，加点墨调这个曙红就能变成胭脂色。如果大家缺胭脂色呢，就可以这么做，曙红调墨，笔尖调一点点墨，因为这个呢画这种内侧的正斑呢，颜色稍微要比外面深一点点，这样才能表现出来外面的花瓣。好，再加一点颜色。好，现在画正斑啊，一笔一笔的切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可以的。玫瑰红、曙红，曙红调完，在笔尖调一点点胭脂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再继续给它切一下啊。这个叫正斑啊，正斑的颜色呢，要和反斑的颜色区分开。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要一个色阶一个色阶的去调。好，加大。继续加大啊。画外侧的大斑，大斑的颜色呢深一点啊。运笔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滚笔。好，我们再加点水分，调蒙子，调点玫瑰红，蒙子玫瑰红，再调点曙红，再调一点胭脂，曙红胭脂，始终是按这个色阶来调啊。好，我们再加个大斑啊。好，继续来一笔。我们再调一点三青，再调点蒙子，三青蒙子，三青蒙子，再调一点玫瑰红，三青蒙子玫瑰红，曙红胭脂。我们要把这个花头呢稍微的加大一点点啊，我们还要画一些大斑。好，这边再加大，这个用滚笔啊。当我们画的时候不顺手的时候，左边不顺手的时候，就用滚笔去画。滚笔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瓣又大，然后又有纹理，而且还特别有层次。你看这个1层、2层、3层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扫一点花瓣的这个纹理出来。在它没有干的时候扫最好了，因为这个颜色呢，可以
融合在一起，像这样的就比较好看一点，自然一点了。像这里呢，可以再补一笔，少一笔，少一笔啊。别看现在湿的时候少看，有点深，但是等它干了，就特别浅。好，我们继续调颜色啊。蒙紫、玫红、蒙紫、玫红、牡丹红，因为下面这个正瓣就是这几个颜色啊。然后这里再加一笔，在加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外形啊，根据这个外形去添加。好，再补一笔，哎，这个大瓣就出来了。里面空白的地方呢，再补一层。好，我们反瓣是紫色啊，正瓣呢紫偏红，紫红色，稍微深一点点。这样呢，这个花瓣呢就有所区分啊。如果说这个花头，你看哪个地方还需要添加一些花瓣，还是可以继续加啊。我们现在把花心切一下啊，颜色深一点，笔尖稍稍的调一点点胭脂啊，沿着这个花瓣的外形呢去切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切一下。如果想把它加大啊，我们还是可以加一些。我们可以调一点白粉，轻轻的调一点白粉水，再调这个三青，淡淡的啊，蒙紫、玫瑰红、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花头啊稍微的加大一点点啊，加一层大瓣。好，这边呢再加一层。这个外围的花瓣呢要大一点啊，但是画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花头的形态啊。好，再加一笔。这个属于慢慢的调整啊。一般我们画花头，画着画着，哎，有时候感觉像走形了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停下来啊，把花头校正一下。通过什么去校正呢？外围的大瓣啊，这个时候笔要多调色，调的比较深一点啊，水分也要足，颜色也要调对啊，每一步都要做对。好，我们这里呢再来一笔大瓣，看这一笔水分稍微少了一点点啊，但是还是可以。水分少的时候运笔慢一点，慢一点就好了。继续调三青、蒙紫、玫红，然后呢曙红、胭脂。好，这边呢再加一笔，加水分啊，三青、蒙紫、玫红。看我把这几个颜色呢充分的调均匀，所以盘子要大一点，大一点还是占优势啊。调色呢自由一些，笔尖还是要调点胭脂啊。下面呢，看看下面需不需要来一笔啊？
这个调整花型的时候呢，需要的时候再来。这可以在瓷戒指上切一个大的。好，扫几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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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这个牡丹花型就慢慢的调正了啊。一般这周围啊是一个圆的就可以，但是这个圆呢，我们要有凹凸出来，凹进去，凸出来，凹进去，凸出来，凹进去，要有缺口。一般有几个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个，6个，5个也行哈，只要你有缺口就行。这缺口不一定要有6个和5个，就你花头有时候小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。但是我们画的时候注意就可以啊。好，这个花头这样就画好了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，这边再来一个啊，这边来一个就不要画这个颜色了。这边我们画一个珠标色。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调白粉水啊，粉色的白粉水。调完了之后呢，刮一刮，外面的水分刮干，里面的水分保留，这样我们画的时候就不会干了啊。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啊，珠标色。这个珠标色很显然不给力，干了，干了，我再挤一点，挤一点这个朱砂。这个颜色画浅一点，再挤一点太白。好，我先调这个太白啊，先笔上蘸一点清水，调这个太白，在笔上把它搅匀啊。搅匀之后，我们再调这个珠标色。珠标啊，我们这个颜色画淡一点吧，调一下珠标色。好，这个颜色可以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颜色，需要我们调个玫瑰红，珠标玫瑰红，笔上还会泛一点紫。珠标太白，珠标玫瑰红。好，这个颜色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再画一朵啊。好，这一朵稍微有点往上啊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朵啊。这一朵要比它要小啊，颜色浅一点吧。我们来先画定位画吧啊。这个颜色有点粉啊，它是这个太白啊，太白调这个珠标，太白调珠标，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就这3个色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它有点朝上啊，往上走，所以我们花瓣的运笔就要往上啊。确定了花头的方向，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啊。好，继续往上走，加点水分，调玫瑰红啊。这里面呢有珠标也有太白啊。好，这是画侧瓣啊，稍微用一点滚笔。好，这两边要想花头变大，就往两边扩；不想变大呢，就这样往内收。还是画侧瓣啊。我们继续收。
好，这里要想花头的层次多，可以这样多画一些小瓣，像这个地方也可以画一层小瓣。好，水分调清水，调太白，调这个珠标，清水调太白，调珠标，再调玫瑰红，笔尖上调一些啊。我们现在呢切瓣啊，好，笔尖调点玫瑰红，再调一点点曙红啊。好，这个是切啊，沿着外围的花瓣去切。好，包起来了。好，调水分啊，水分调太白，笔上加水，调太白，调珠标。我们现在画外围的大花瓣，笔尖还是要调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先画外面的大花瓣，笔尖稍微要有一点红色啊。好，调一点珠标啊，调一点。这个现在画把正斑补了哈，珠标调玫瑰红，再调曙红，现在切正斑啊。这个正斑颜色稍微要深一点点，如果不深，它出不来效果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要深一点，深一点。好，调点珠标，调点玫瑰红、曙红。好，珠标调曙红，调玫瑰红啊，然后调曙红，调胭脂，画大瓣啊，画一个大的。因为外围的花瓣通常都是大的，到底有多大？看我们花头的大小，像这种细节的地方，回来再补两笔，把它填充一下就好。加清水调珠标，调这个玫瑰红啊，笔尖呢调这个曙红，再调胭脂。好，再加曙红。再把这些都调一下啊。那这个花头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啊。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它，就是这个是属于浅色花头啊。浅色花头整体色系不能太深了，这样才显示出浅色。然后我们调整一下，少一些纹理就可以。再把中间的啊，中间的这个花心，我们这个笔要洗，这个笔里面有白粉，你如果不洗的话，你自己去调胭脂啊，还是会泛白的。所以呢，洗一下去调胭脂，把花心切出来。好，
贴个红色就可以。切的不够深了，可以再涂一遍，这样就可以啊。这就是2朵花，2朵花。我们接着画它的叶子啊。这个叶子就是往下画啊。这个地方可能要一个花苞，它这个叶茎、花茎啊。好，花茎怎么画啊？我们的花茎从这里，花茎从这里，那这个花茎呢，从这里啊，1个、2个，2个花茎，这叶子往上走，这个叶子往下走。当然，这朵花的叶茎也可以从上啊，它的花茎也可以从上。看看啊，这个也可以从上，2种方式吧。但是感觉从下比较好看一点，成这样，2种方式。再出来下来一只，我们下面再画一个小花苞吧。这个小花苞我们可以用画一个紫色啊，3青蒙紫，然后再调玫瑰红。我们画一个亮一点的，画个玫瑰红哈。这里画一个花苞，往这里啊，记住不要串心了啊，我们可以错开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吧。好，玫瑰红哈，只用玫瑰红。好，包起来，内包。好，再包。这是切半啊，画花苞呢，切半最好。好，再来一笔，沿着外围的这个大半去切内半。切完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是要注意的地方啊，细节的在这里，细节在正半啊，笔尖多调一点胭脂。好，继续调胭脂。花心切出来，花心的颜色呢深一点点啊，玫瑰红调胭脂。好，这可以相切哈，只要我们的颜色足够深呢，我们可以把花心切出来，深一点没关系。我们等会儿画花蕊的时候呢，就特别好看。好，中间可以涂一下。这太黑了啊，这个胭脂色，还是要调一点这个曙红吧。好，往外围再补2笔啊，补2个散开的花瓣。好，一正一反啊，滚笔，滚1个瓣出来。画一个反瓣，这是玫瑰红啊，深的地方添一笔，这个胭脂曙红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我们现在给它画叶子啊，画叶子呢
三青加这个藤黄啊，没有三青可以用2青，3青调藤黄。我这是多余的，3青调藤黄，使劲儿给它调均匀一点。然后笔尖呢，加点墨啊。好，笔尖加墨。加墨呢，就舔一点进来就可以啊，舔一点点进来。好，把它稀释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的叶子呢，往哪里画呢？我们的枝干啊，这个花头的，好，这个花头的枝干呢，花茎从这里啊，从左边出，然后这个花头从下面出。好，所以它的花茎从这往下，那它的叶子呢，肯定就是往上走，它的叶茎就从这往上。所以我先画一个大侧叶子啊，画上叶子就好看了。这种花配这种叶子特别好看，蓝的啊。好，一个侧的再加一个正的啊。好，这边再来3叉9顶，不要忘记啊。推，画这个大叶子就往从下往上推。好，它的叶茎花茎从这里，所以它的叶子这边还有，下边还有叶子。下面再来2种，笔尖要调墨啊。下面的叶子从这里往下啊，花头大，叶子就要大一点，跟花头要成比例哈。画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这些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笔，这个地方可以深一点点啊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组。这个叶子始终要知道它的出枝啊，出枝，知道出枝就好画了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边再来一组啊，这个花茎从这里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会有叶子。再来一组，就是每一组的叶子呢，姿态可以变啊。比如说画正的、侧的呀，都可以变一变。1、2还差一片，这片看不到了，也有可能看得见一点点。我们画淡一点啊，远处的就一定要画淡一点，前面可以画深一点。但是这个花苞哈，还有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啊，这个远处的要淡一点啊，远处的叶子。我们这个叶子呢，方圆、尖、长、顶都可以啊，画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现在画嫩叶子啊，画嫩叶子。嫩叶子呢，就是用这个枝绿啊，用枝绿。如果你没有枝绿呢，用藤黄调3青或者2青，都能调出这个颜色啊，调出这个枝绿色。调好了枝绿色，我们再调点珠标，再调这个珠标啊，调珠标。
主标调完了呢，再调这个胭脂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它的花茎，呢，从这里，好，从这接下来啊。好，补充一点汁绿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它的花茎在这里，它的花茎嫩的花茎肯定看不到了，老的花茎我们一会儿再给它画上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叶子，好，能看多少我们就画多少啊。这个呢，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的，看不到了咱不画。然后这一组呢，你看从这上去啊，它是直线从往这里继续走，再分一个叉出去。那这种小叶柄呢，大家勾的时候要连贯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需要注意点，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的老枝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我们这个时候要画老枝干了啊。画老枝干宁可水要干一点啊，不要有很大水分，这个毛笔尽量干一点，用老墨去画。好，它从这里来啊。它可以有一只上去，有一只呢，好，一只往上走，一只往下走。好，再来一只下来啊。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花苞，所以我们再来一只下来。那尽管这一只呢看不到，埋一下伏笔吧。从这里过来，过来，我们可以把这一只往下拉长吧。往下走，再来一只啊。这一只呢是从这里来的，我们可以埋一下伏笔啊。比如说这个地方开叉，我们可以来一只，因为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表现它这种老枝干呐，这种弯弯曲曲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多画一只啊。好，就是每一根来龙去脉，我们是要画清楚的哈。不管是遮挡被遮挡，看得见的尽量把它画出来。好，加一点水分，把它拖出来啊，染一下，稍微的用淡墨，水分不要大，染的时候。好，我们先要勾它的啊，画这个花苞，还是要调一点汁绿啊，调点珠标，调点胭脂，然后我们把它的花托儿画上啊，花托儿。好，
中间再来一笔啊。像这种花托，你看看得见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表现呢。好，还有花萼啊，我们先画它的，它有可能是从这里。这个曲一点，这个就直一点啊，就不要那么。但它的叶子可以往这里来啊，画一点嫩叶子。这个时候画一点嫩叶子特别出彩，我们一定不要放过啊。再来一笔，织绿啊，织绿，调珠标，调这个胭脂。好，还有一种。好，这边还可以来一组。这个小作品啊，虽然是小作品，还是画的挺有意思的。其实我们大家平时呢，多用小一点的纸画，这样锻炼的东西要多啊。第二个，它不会耗费你太多时间。下面花头可以画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画叶筋啊，先画老叶子的叶筋。画叶筋呢，要速度要快一点啊。我是用的墨直接来画的，直接蘸一点墨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画啊。勾叶筋呢，先勾中间个主叶筋啊，然后呢，把两边的轮廓加一加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就是主叶筋不要勾在正中间啊，这个叶筋呢是根据这个叶子的趋势来勾的啊。好，再来一组啊。勾叶筋我们可以快一点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胎点啊，调一点织绿，调一点这个胭脂，像这些有一些地方呢，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点两笔，意思意思就可以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把花心给它填上啊。像这种花心呢，我们可以分5个瓣，用3青，用3青的啊。好，像这样花苞呢，画个椭圆就行了啊。然后我们用曙红，用胭脂吧，把这个雌蕊啊稍微的勾画一下，胭脂勾雌蕊。
再来一个，勾5条线儿就可以啊。紧接着我们调这个藤黄来画花蕊。我们先画左右两边的啊，先打这个逗号啊，先画等于号、括号啊，左括号右括号啊，这样是不是简单？括号一样。好，一个括号，再来一个括号。一般要几对括号呢？3对，1对，2对，3对括号。好，再来一对括号，在前面再来一对括号。前面括号可能看不见蕊丝了啊，后面能看到。再把笔刮一刮啊，把这个蕊丝拖出来一下，稍微的拖一下。一个蕊丝对的是一个蕊头。好，再修，稍微的再修一下啊。括号，这括号打完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打这边的括号。我一般先打左右两边的括号，然后后面的括号。好，继续打括号，稍微有一点45度方向打括号。括号打完了，拖出蕊丝。好，再画这个小花苞的，也是左右两边打括号啊。前面左右打完了，打前面的括号，打括号，后面再打括号，再拖出蕊丝儿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胭脂，加点胭脂，把这个叶茎画出来啊。好，叶茎。顺着啊，顺着这个叶片来勾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个三角形构图哈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再加一层淡叶子啊，淡叶子是最后加，调整淡。比如说这里，哎，想加一笔，对吧？比如说这里想加一笔，这里还想加一笔，这个淡叶子可以加，但是不能太多啊。像这个地方就可以加一点点，加一组。这个淡叶子是，为了使我们这个画面呢更有层次。你看像这种，哎，像这种就可以加。这样画面显得轻快啊。就是我们这个白缝呢，有一些白缝，千万不要用墨去
堵，显得画面太死板了啊。要用这个淡色去填充，这样显得画面统一又有层次啊。像这种，你看，可以加一点点，就是这个，你看有一些洞啊、白点呢，就用这个叶子颜色去填充一下就可以，就是不要用墨啊。那这个呢，你看这一朵呢就画完了，速度还是挺快的啊，半个多小时吧，40几分钟就画完了。这个呢是一个三角形的构图，一边、两个边、三个边，三角形构图。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就这个画线呢和这边角度就是不能垂直，你可以倾斜，尽量少垂直。这就是2大1小。这个是一个3尺半开的作品，一个正方形的。那我们大家呢下次多练一练啊。要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我们的作业群里跟老师沟通啊。如果买了老师课程的同学呢，可以去老师的后台，去你买课的后台给老师来个好评啊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啊，后面呢会不断的给大家更新这个创作啊，因为画画始终你是要跟着老师的步伐一起前进，不能老师在前进大家在后退，这样不行。你买课的目的呢，一个是要让自己的画呢有进步，第二个呢要跟上老师的步伐，你会进步的更快。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这个惰性，我有时候也不想坚持，但我一想到你们我就能坚持下来。所以我们是互相学习哈，互相成为对方的这个支撑点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呢加油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。